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了。举起你的手来宣告一次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当你信了耶稣，神说，第一，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；第二，你已经有新的系统，你的资源系统已经不再一样，你是要做新事的系统，你要去做新事，因为你会有新的启示、新的看见、新的生命、新的思维、新的资源、新的能力。如果你不启动这个系统，你就不能做新事，你只能去做旧事。很多基督徒已经习惯了来到教会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也没有任何新事发生，因为他一直在用旧的系统，然后天父却告诉你说要用新的系统。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，耶稣教导他的百姓说要做新事，对你旁边说要做新事。那我们怎样才能做新事？新造人做新事，请说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。来摸着他，跟他说一次，从你开始。对他说，从你做人。说重新做人。所以新造人从哪里开始？重新开始。箴言书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？再指他一次，一生的果效是从你发出的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说，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在新约，心在希伯来原文有2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，心就是你的灵，那就是你内在的人，灵里的心被称为灵人。第二，就是你的思想意念。我们的思想意念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，也是各种欲望、各种动机、各种计划、各种意图、各种能量行动的原动力。一个人要想做新事，要想看见神的大能运行，他需要改变他的心思意念。请说改变心思意念，也就是你的心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，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属灵人的核心，也是一个人的中心，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的力量，更是一个人的源头，是全人存在的性格的基础。一个人源自于他的心，源自于你的心思意念，因为圣经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，所以你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思想意念发出来的。我们的心的景况如何，你生命的景况就如何。其实有很多的疾病、困难和痛苦，都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心理或者负面的行为所引发出来的。你用什么样思想来过你现在的生活，你现在的生活过得如何，就是因为你选择用了什么样的思想在生活。你是用负面的、消极的、抱怨的、指责在过生活，还是用正面的、积极的、感恩的、祝福的思想在过生活？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怎么样想，你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。因为箴言书23章7节说，因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圣经说他的心怎样思量，请说怎样思量，他的为人就如何。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，其实正是反映出你过去的思想的模式。同样，你现在的思想的模式也一定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。改变你思维的模式，就能改变你人生的走向。我们人生是照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说出来的话的方式发展下去的。我们的思想会左右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的话语会左右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习惯会影响我们这一生的命定。所以你说的话是从你的思想开始，所以我每一天的思想的方式会决定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。2024年快要到了，新的一年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？
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主要决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跟谁在一起过？跟你旁边说，你跟谁过？第二个，你容许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思想？这将会决定你在2024年新的一年的生活，你跟谁过？你容许你自己里面拥有什么样的思想？这会决定在2024年你的思想、你的生活、你的成功、你的价值，你所展现出来的样式，活出来的生活。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已过，都变成。所以你已经是有新的系统，要做新的人。所以用什么样的系统，用什么样的思想来过你新造的生活？对你旁边再说一次，请更新系统。再对你旁边说，请升级。如果你还在一直用旧的系统，今天你要靠着圣灵更新你的思维，成为新造人，做新事，做神祝福的事，做奇妙的事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叫做圣灵的更新，思维转变的大能。请说思维转变大能。请再说圣灵的更新。你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他要更新我们。提多书3章5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血和圣灵的更新。宣告一次，举起你的手，圣灵的更新。再说一次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在人的身上有2大工作。第一个工作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称为内住的圣灵。圣灵第2大工作叫做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我们称为外加的圣灵，这个也被称为圣灵的充满。内住的圣灵也有3个工作，第一个重生你，住在你里面，永远与你同在。第2个工作印记，成为神的印记。第3个更新，请再说一次更新。所以更新是圣灵在你的身上的工作，他要不断更新你，不断更新你，使你不断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与神亲近，越来越荣耀神。圣灵的工作就是在地上要不断更新你。主耶稣说，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。神的计划就是要透过圣灵来更新你的生命，更新你的生活，更新你的思想，更新你的系统，使你的心一生当中发出果效来，是从你的思维来。上帝的能力是透过你的思维转变。当人的思想改变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开始运行了，然后就去结出果子来，带出一切的美好和翻转。所以圣灵更新的焦点，内在的生活，请说内在的生活。所以圣灵要更新你是你的内在，请说我的内在。我的外在是源自于我的内在。你的外在如何，是因为你内在如何。你里面如何，你外面就如何。路加福音6章43节说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。人不能从基地上去摘无花果，也不能从基粒上去摘葡萄。圣经说，我们外在的结果是源自于我们内在的生命。什么树就会结什么果。一棵结果累累的树，是因为它内在的生命决定这一棵树结出外在的果子。苹果树会结，香蕉树会结，橘子树会结，梨树会结。什么样的思想就会结什么样的人生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神的 DNA， 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现在已经是新造的人，你现在有新的生命，因为现在有新的系统。因为罗马书8章2节说，因为赐生命的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你们。圣灵是称为生命的圣灵，因为它会赐给人生命啊，它会赐给人新的思维。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有新的生命，
环着圣经讲到跟圣灵有关系的都是生命，当圣灵在哪里运行，哪里就会有生命。跟圣灵有关系的都是你内在，请说内在。圣灵来要改变你的生命啊，使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当圣灵运行的时候，枯干的地方要复苏，死亡的地方要复活，破坏的地方神要恢复，咒诅的地方神要变为祝福。圣灵要来更新你。今天你想要领受这个更新吗？敞开你的心门，恢复到你的内在，因为圣灵要在你里面做内在的更新。所以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外在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在。当你关心外在是否能结出果子，上帝说你要关心你的内在呀，你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外在能否结出果子。上帝说回到你的内在，当你的内在生命强壮的时候，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你就会结出耶稣基督让你结的果子。不要一直去盯那棵树，怎么还不结果呀？天父要让你去想，怎么样才能让这棵树结果？怎么样才能回到你的内在？那今天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认知，所以我们不要去抱怨外在，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内在的里面。在约翰3书1章2节，圣经说：亲爱的弟兄，我愿你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。再说一次，亲爱的，我愿你身体正如神在这里说，给你有3个兴盛。第一个兴盛，请说身体兴盛；第二个兴盛，请说凡事兴盛；第三个兴盛，请说灵魂兴盛。第一个兴盛，神说凡事兴盛。凡事兴盛包不包括你财富兴盛？包不包括你人际关系兴盛？包不包括你家庭兴盛？包不包括你事业兴盛？包不包括凡跟你有关系的都要兴盛？这叫凡事兴盛。第二个兴叫身体兴盛，请说身体兴盛。讲到你的身体健康，你的身体强壮，你的身体有活力，是青春的，是长寿的，你的身体是健壮，是兴盛的。但是兴盛的来源从哪里？正如你的灵魂兴盛。你的身体兴盛，凡事兴盛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正如你的灵魂兴盛，是从你的灵魂兴盛开始，说明凡事兴盛，身体兴盛是源自你的灵魂兴盛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你灵魂兴盛才能带来凡事兴盛跟身体兴盛。什么叫灵魂兴盛？在原文和英文的翻译里，没有灵，只有魂。魂有思想、意念、情感所组成的。意思说，当你的思想兴盛，当你的意念兴盛，当你的情感兴盛，你就会带来身体兴盛，就会带来凡事兴盛。从哪里开始兴盛？我的魂兴盛，我的思想、意念开始兴盛。当我的思想意念开始兴盛，开始发旺，开始强壮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会兴盛，我的灵魂也会跟着兴盛。请说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思想，你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你拥有消极、负面、堕落的思想、咒诅的思想，你发现你身上的老病缠身了。疾病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并不是从你吃的来的。医学要告诉你，你所有的疾病是从人的情绪来的，从你的思想意念堕落的思想来的。所以神告诉你的思想兴盛的时候，就会带来身体。哈利路亚！凡事兴盛，这是神给你的祝福啊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。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，他们要在迦南地分地，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迦勒，请说迦勒。迦勒就跑过来找约书亚，老弟呀，因为他是哥哥嘛，他们一起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。他来找约书亚说：约书亚，我呢之前呢40岁的时候就跟你一起带领百姓在旷野当中进入到迦南地，但是呢，在我45年前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正40岁，听说40岁。当我看完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所有人。然而和我一起去的呢，12个人当中，当时有你跟我，那10个来呢去讲什么话？请说消极的话。
因为消极的思想讲消极的话，使百姓的心消化了。因此他们窥探迦南地40日，因此神就咒诅他在旷野漂眠40年。但是呢，他说，但是呢，我呢却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因此呢，我回来的报告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呢？积极的。神若允许，我们必能将这城打下来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这是迦勒说的。当日呢，摩西就起誓说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请说阿们。接着圣经说，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，使我存活了45年。看哪，如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为何是强壮的？因为他从来不消极，他对神从来不怀疑，他对神充满了信心，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。他回来跟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跟人际关系在一起相处，他都讲什么话？信心的话。都讲什么话？积极的话。他的思想里没有咒诅，没有负面的东西，他都讲信心的话。请说阿们。因此到现在的时候，他见着说，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，无论是征战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要荣耀归给神。今天神将一个秘诀归你，你想这是如何，未来也如何吗？你想你20岁如何，现在也要如何吗？你需要使你的思想被神来分别为圣，你要使你的思想被神来洁净，成为一个向上，对神充满了信靠，冲神充满了爱，永远不怀疑神在我身上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是神美意的祝福。当你有这样的思想，神就将他的能力跟祝福彰显在你的身上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迦勒最后他要了一个城叫做希伯伦城。希伯伦城住的是什么人？亚纳族的族长，是最难打的一个城。结果呢，被迦勒打下来。当打下来的时候，圣经宣告说，以色列中国中太平，从此没有战争了。最终他打下希伯伦城的时候，他就奉献给什么人？请说利未人，奉献给利未教会了。阿们。所以利未的教会住在哪里？希伯伦城住在耶路撒冷。你说最难打的城他打下来了，因为他靠着神，他的思想是强壮的。请说思想强壮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迦勒的灵魂兴盛就带来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。所以为什么每一周我们要来到教会聚会，我们要一起敬拜，一起听道，一起灵力祷告，这就是让我们内在的灵兴盛，我们的灵魂兴盛。当我们灵魂兴盛的时候，我们外在就会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它就会结出果子，自然而然就会流出，自然而然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。因为圣经说，因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一个人他活出怎样的生活，是由于他内在的思想、内在的思维决定他活出什么样子。所以要想改变外在，先改变你的内在。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我们聚焦我们内在的心。请说内在的心。聚焦内在。如果你期待内在兴盛，你需要圣灵的火焚烧，需要祷告的火。说3次，祷告的火。预备起。好，没有火哟。再来一次，1、2、3，祷告的火，祷告的火，祷告的火。内在的更新从哪里开始？祷告的火。你是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，你是在一个被圣灵火焚烧的教会。你来这里不只是听到，你要带着圣灵的火烧在自己的身上。当一个人被圣灵的火烧在身上的时候，他讲话不一样，他做事不一样，他的祷告也不一样。你会成一个被火烧着的，这个人身上带着一个烈火呀。你看旧约，祭司要去会幕去祷告的时候，他都要带着香炉。请说香炉。香炉要点什么？点上火，点上香，然后带到殿里去祷告。那个香就代表那个地方的祷告。
火在哪里？火在祷告中间。请说火在祷告中间。内在生命的更新是源自于你的祷告，源自你与跟神的关系，与圣灵的亲密。你发现在启示录8章3节说，另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祷告，请说众圣徒的祷告，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，再说一次，众圣徒的祈祷，请说一次，众圣徒的祈祷，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香，倒在地上，随时有雷锋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这是我们在启示录提到的天堂的景况。在神的宝座前，天使拿着金香炉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到神的面前。谁的祷告？就是你的祷告，要一同献在哪里？你的祷告会到谁的面前？会到神的面前的。你要记住，你的祷告会要到神的面前。你的祷告不要随便，你的祷告不要觉得无所谓，你的祷告不要以为可有可无，无关紧要，因为你的祷告会带到神的面前。很多人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是在听别人祷告，甚至脑袋里还在想很多胡思乱想的东西。别人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在想散会之后去哪里吃，跟谁吃，吃什么。甚至有人还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在想家里的事情，在想工作上的事情，在想事业上的事情。有人在崇拜祷告的时候，有人还在祷告，那个人却站在旁边，他根本不祷告。你要记住，你不要随便，因为你的祷告会到上帝面前。你的每一个祷告都会到上帝面前。跟你旁边说一次，注意，当你的祷告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什么事？香炉就会倒下来，请说倒下来，倒在地上，随后有雷锋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你的祷告会带来雷锋、闪电、大声，叫做神迹奇事。你的祷告会从天上倒下来的。祷告的法则是从天上到地下来的，因为在地上捆绑，神说在天上在捆绑。你的祷告是从地到天，从天到地的。所以你每次祷告到天上的时候，天上会倒下来。当香炉倒下来的随后会有雷锋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所以不要随便，不要随便的祷告。你的祷告可以让天火降下，让灵火焚烧。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第3章，当耶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就降下来。耶稣在约旦河的时候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。使徒行传第7章，司提反祷告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当司提反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当以利亚与巴力的850个假先知征战的时候，他祷告，天火就从天上降下来，就烧灭了所有的祭物。你知道你的祷告会使天火降下，火从天降。圣经说耶和华就是降火，烧尽了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飞尘，又烧尽干沟里的水。众民就说耶和华是神啊。现在各位家，你的祷告会到神的面前，你的祷告也会被倒下来。有人说牧师啊，没有像你所讲的祷告，什么天会开了，什么雷锋、闪电、大声地震，我祷告常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请说祷告要超越。跟你旁边说一次，大多数的教会里面的祷告都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大多数的教会里面祷告都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承认有很多的教会，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祷告是在宗教里的祷告，是在习惯里的祷告。吃饭了我要谢饭，你不是出于你对神的感谢，你是出于生活的习惯。有人来了教会，我就安静，我要祷告，你不是出于你的灵里跟神的亲近，你是出于习惯。
你是习惯在祷告宗教的生活。很多教会的祷告，很多基督徒的祷告，撒旦都不理，撒旦都不管，撒旦都不在乎，因为你的祷告一点都没有摸到神。在使徒行传里面19章讲到了一个犹大的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，他们祷告赶鬼，请说祷告赶鬼。结果他祷告赶鬼，鬼却告诉他说：耶稣我认识啊，保罗我也认识啊，你们是谁呀？你们是谁呀？鬼在嘲笑这7个人的祷告。这7个人他们有神学知识呀，他们有圣经知识呀，他们有宗教习惯、宗教生活呀，他们也有宗教的地位呀，他们经常有献欢祷告，他们也经常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在那里带领大家祷告，甚至还带祷告会呢。他们是宗教的祭司呀，他们会祷告，他们会献祭啊，他们会做宗教的流程。但是鬼却说：保罗我认识，耶稣我认识，你们是谁呀？你们是哪里呀？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你们的祷告我连理都不理你啊，我连认都不认识你们呀。所以魔鬼在这里嘲笑这7个人祷告。鬼今天也在嘲笑很多教会的祷告呀，很多基督徒的祷告，他根本瞧不起我们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超越，当我们祷告里面没有灵活，我们祷告里面没有能力，我们祷告里没有热情，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祷告只是告诉上帝说：上帝啊，我祷告了。有时候我们一边在祷告，我们一边里面不相信，我们一边在祷告，我们里面一边在胡思乱想，在想其他很多的事情。你知道天父看到说，他会讲：哎呀，我的孩子怎么祷告还在想着红烧肉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还在想着吃去的时候要吃什么肚包鸡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祷告的时候还不专心吗？天父说你的祷告呀，在胡思乱想，所以你的内在需要圣灵的火焚烧啊！你的祷告需要一把火呀，请说一把火。所以你祷告一定需要热情大声，请说热情大声。对你旁边人说3次。我们为什么要求你要热情？为什么要大声？这样可以让你专注你的祷告，请说专注祷告。可以让你不用胡思乱想，在那里听别人祷告，在那里天马行空，没办法专注在神的面前。你知道，当你能大声热情的祷告，你可以专注在你的祷告里，你可以不用胡思乱想，你可以不用让魔鬼嘲笑我这一次的祷告啊！魔鬼不用嘲笑我这一次的祷告呀，我这一次祷告有口无心啊！圣经告诉我们，敬拜神要有什么？心灵和诚实呀！每一次敬拜的时候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如果每一次你没有用心灵和诚实，你都是在宗教里敬拜，都是在宗教里生活。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需要的是心灵和诚实的祷告。在台湾有一位牧师叫张茂书牧师，有一天在他教会当中来，大概礼拜4的时候，有几个癌症病人被带到他的教会，然后张茂书牧师就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之后，这个牧师就告诉他，请你现在回去之后，每一天祷告都要拼命的大声嚎叫的祷告，直到你里面的恐惧不见了，好到你里头的忧伤不见了，好到你里头的死亡的感觉不到，好到你里面的病症感觉不见了，你才起来。用什么祷告？嚎叫的祷告，大声的祷告呀！你发现在圣经里面，圣经有多少的伟大的先知，无论是亚伯拉罕，包括以赛亚，就是你们要扬声祷告。什么叫扬声祷告？小声吗？大声啊！我们利未教会要什么祷告？亲爱的各位家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对人热情一点，你祷告热情一点，一定会不一样。每一次在敬拜当中，你热情一点，哈利路亚！每一次在祷告当中，你热情一点，你不要管你身边的人，你祷告也不是给他听的，你祷告是给谁听的？你管他的，我也不是给你听的，给你看的，我要给天父的。不要在乎你旁边人，大声放出声音来，向神呼求，把你的需要借助祷告大声迫切的带到神的面前。
这会让你的祷告更有信心，因为祷告出去的第一个听到的是，第一个应该是神了，第二个是自己了，其次才是你旁边的人。所以你祷告一定要迫切大声，除去教会的冷漠。你知道吗？你祷告热情一点，你祷告大声一点，一定会不一样。你祷告要热情，并不是因为上帝听不见，并不是因为上帝的耳朵聋，而是因为你的冷漠，是因为你的随便，是因为你的心麻木，是因为你需要神的大能，你需要大声来祷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渴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氛围要在教会里面被建造。从我们教会的牧者，从我们教会的同工，从我们教会的小组长，你开始要调整自己。每天祷告不要用小声祷告，也不用默祷，挑战你在2004年用大声热情的祷告，用宣告式的祷告。当这样祷告一定会带来极大的改变，教会的氛围会被改变。甚至我也有挑战我们教会所有的接待的同工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下次来到教会接待的时候，不要再用握手的了，用拥抱的。来吧，男生跟男生抱一次，用拥抱；姐妹跟姐妹抱一次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握手跟拥抱不一样，拥抱会带来治疗，拥抱会带来关爱。下次来到教会的我们接待的同工们，当然男人要抱男人，女人要抱女人，不要随便抱，用拥抱的方式给他足够的关爱，改变教会聚会的氛围。当这个氛围被改变，当你祷告的氛围被改变，你发现你的生活就会被改变，你这个人就会带出喜乐、容光焕发、战斗力十足，心里非常满足，在地上生活。任何挑战、任何困难、任何声音来到你面前，都鸦雀无声，因为你的热情点燃，将它焚烧。请说阿们。教会祷告要，教会祷告要，教会祷告要加上热情，祷告要大声和热情。圣灵带来的祷告是要热情，是需要你大声，也会带来圣灵的焚烧。你要带着圣灵的火烧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内在就会兴盛，你的思想就会兴盛，就会带来凡事兴盛。我们的兴盛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在。圣灵的交战，第一个，如果你期待你的兴盛，你需要圣灵的火焚烧，从你祷告的火和热情开始。请说阿们。第二个，圣灵的更新是让你聚焦在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道会洁净你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会接受世界上的信息，各种负面的、让人担心的、让人有压力的、让人没有平安的。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甚至个人许多负面的思想、消极的思想、负面各种焦虑、各种恐惧、担心，都还在我们魂的层面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什么可以来洁净你的魂？雅各书1章21节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。请说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灵魂的道原来就是救你魂的道。原来神的道可以洁净你的思想，神的话可以将你的思想分别为圣。请说阿们。诗篇119篇第9节，少年人靠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就是靠遵行神的话。接着11节，圣经又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中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什么可以来洁净你的心思？神的话。圣灵借着神的话来洁净你的心思，洁净你的思维，就是能救你的道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。你发现人的被造也非常奇妙，神是三位一体的，但是人也是三位的。人是有灵、魂、体。灵是我们跟灵界、跟神交通的，魂是我们的精神界，我们的思想、意念、情感，体就是我们现在的物质界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感官，我们是可以接触到的。圣经说，其实基督徒今天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灵的问题，已经不再是罪的问题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所有罪的问题。请说阿们。
使你的灵开始苏醒了。因着你的灵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使你灵苏醒了，你开始今天可以跟神直接的沟通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的工作不再是你的罪的问题，因为耶稣已经除掉所有的罪。请说阿们。希伯来书9章12节说，并不用山羊的血和牛犊血，乃就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。请说一次，成为永远赎罪的事。多久？永远。耶稣只要一次献上，就把所有的罪全部除掉了。希伯来书9章26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必多次受苦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什么？请大家说，好除掉罪。再宣告一次，除掉罪。耶稣来就除掉罪。请说阿们。28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上，担当了多人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要拯救他们。请说与罪无关。神是来拯救我们，所以耶稣来就解决了什么问题？罪的问题，就把罪除掉了。希伯来书10章10节，我们凭着这旨意，靠着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因他一次献上，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15节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17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患。18节，这罪既已赦免，就不再为罪献祭了。神说，罪你已经被神赦免了。对你旁边说，你已经被神赦免了。当罪被神赦免之后，神说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，因为耶稣只一次献上就结束了。你的赎罪祭只有一个，耶稣，只有耶稣可以为你来赎罪。今天圣经说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患，这罪既赦免，我们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为罪献祭的意思，只有耶稣为你献祭啊。基督既然一次担当了所有人的罪，因此罗马书8章1节说，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。什么人不定罪？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。我们不被定罪，不是因为你不会再犯罪，人还会是有软弱的，人还是会有过患的，人还会跌倒的。你不被定罪，不是因为你是完全的，也不是因为天父会睁只眼闭只眼。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圣洁从来没有改变。你不被定罪，是因为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来到耶稣面前，向耶稣悔改，耶稣赦免，耶稣担当你所有的罪。请说阿们。因着他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，有人为你的罪付了代价，付了一切的罪的惩罚，甚至流出宝血。耶稣的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，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一次献上，解决了你的灵的问题。请说阿们。所以你的灵，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，你的灵是苏醒的，你的灵是属神的。请说阿们。但是呢，你还有你的坟，你的坟需要神的话来洁净，需要神的道来更新我们的思想。这就是圣经所讲，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的灵魂。今天阻挡你领受神的大祝福的问题，其实是我们思想没有被更新的问题。因为你的思想还按着罪的思想在思想，因为你的思想还在按着罪的生活去生活，所以神的话要更新你的罪的意念，让你的意念开始圣洁。神要更新你罪的生活，让你的生活开始属基督。神的话要开始更新你自己，来洗涤你的思想，洗涤你的魂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回到耶稣的面前，按着耶稣教导我们生活的样式去生活，过分别为圣，过属基督的生活。请说阿们。每一次犯罪的时候要回到哪里？回到耶稣面前。不是你没有罪，而是耶稣的救恩为你的罪付了代价。只要你每次回到耶稣面前，你都会被耶稣来洁净，
因为耶稣能担当所有人，没有罪大到耶稣不能赦免。请说阿们。所以每次犯罪要回到耶稣面前，因着耶稣的救恩，你的灵已经新生了，你可以直接跟谁说话？天父说话。你的灵是强壮的，你的灵是新鲜的了，但是你的坟还在地上，还在思想的罪恶，还在按着世界的思想的模式在思想。所以神说你的思想要借着神的话来更新。请说更新。我们的思想需要被神的道一直更新和一直拯救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意念、情感，我们思维的部分。所以圣经说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道，这便是救你们坟的道。所以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就一直不断的需要神的话，你每天都需要神的话，神的话才能更新你的思想，不断更新，不断更新，不断更新，你才能不断圣洁，不断属神。所以你每一天都不能离开神的话。因此罗马书12章第2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神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意思说你不要按着世界的思维跟世人一样，不要学他们。因为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灵一刹那已经完全了，可是你的坟，你的思想还是跟世人一样，还会有焦虑，有负面犯罪的意念，还会有属世的错误的价值观，还会有贫穷的思想、疾病的思想、负面的情绪的思想，还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需要领受神所栽种的道，就能救你的灵魂和你的思维的道。神要调整你的思维，每一天听神的话，你的思维就会被神更新。每一天听神的道，你的思想就会被神更新，神的大能就会运行在其中。请说阿们。昨天我带妈妈去看牙齿，因为妈妈不小心就是牙齿磕断了，但是牙齿没有掉，还连在上面，碰的时候就非常痛。所以呢，在昨天我一大早就开车带她去医院，结果到医院之后呢，去挂号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有号。我一看，他说你网上预约，我一看要等到星期几，要等到星期4才有号。我说这个牙齿在上面很疼的，如果今天不解决，要疼到星期4吗？他说我这边没有号了。那说要不你去问问医生。好，我就去跑上去问医生。我说医生，这个牙齿碰撞了，要拿下来，不拿下来疼。医生说哎呀，他一看，哇，你看我这边有这么多病人的病单，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加号医生说这个你看我有这么多病人也找借口，他说要不你去人民第一医院再去看一看吧。好，我就现场去查看人民第一，因为这个要排到星期5才有号，比这还没有号。他说要不你去前台问问。当场我心里火就上来了，我说你们医生都不管人死活吗？我的思想意念就开始负面。我说前台也推责任，你们医生也在推责任。这时候突然我就想到一件事，要干嘛？祷告。赶快就乖了，去祷告。祷告完了之后，好，我就去前台再去问一下那个前台护士，挂号的护士。我就见到这个护士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个医生说让我再来问你。他说医生怎么不帮你去加个号？我说医生在忙。医生说你可以帮我。讲了这话说好，你身份证拿来，身份证就拿来，咔就给你加了个号。当加了这个号的时候，我就拿上去，等了15分钟，马上就看牙齿，牙齿就拿下来。请说哈利路亚。什么改变？思维改变。如果我的思维没有被改变，我还是在那负面暴躁了，我气的就走了，牙齿有可能要等到星期4。但是我改变之后，祷告回到神的面前，我再去问那个护士的时候，改变我的心态，改变我的思维，你发现什么会运作？神的大能会运行了，神就开始为我预备了。因为没有号，已经排到星期4了，你凭什么就能插号？凭你2句话，人家就给你加个号。但是神做了这个工作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能力在教会中彰显，在我们身上彰显。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世人的经常是活在忧虑、压力、恐惧、担心、负面焦距当中，这是世界的模式。世人遇到一些问题就睡不好、吃不好、失眠、不知所措，甚至充满负面、充满消极、充满焦虑，这是世人生活的状态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所以他们生活就是在这种状态。可是圣经告诉我，神的儿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跟他们一样，遇到问题就埋怨，遇到问题就担心，遇到问题就惧怕。我们是有依靠的，
我们是有神的，有一位大能者掌管所有一切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。请说不一样。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遇到挑战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要学会调整你的思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把你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，你就会察验到何为神的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调整你的思想，聚焦耶稣，聚焦神的话，聚焦神的应许。当你的魂被神的话不断更新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就会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被祝福，你的环境就会不断的被翻转。所以在于我们的思维转变。当人的思维改变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开始运行。请说一次，当思维转变，神的大能就运行。遇到任何事，调整我们的思维，跟神的话对齐，跟神的应许去行。无论你现在身体上有什么症状，无论你现在很悲观，神的话告诉你，耶稣受的鞭伤使我得，他受的刑罚使我得，耶稣是爱我的。无论我现在生活多糟糕，多不如意，我一定宣告，天父是爱我的，天父是爱我的，天父从来不会贴弃我，天父一定为我预备最美好的，天父永远爱我，他永远不会让我白白遭受这一切的苦难，他一定有一个最美的祝福为我人留。在你里面，无论经历任何事情，就算疾病泛滥各样的事情，我里面一定会坚定，耶稣是爱我的，天父是爱我的，圣灵是爱我的，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那里预备，一定无论再糟糕的神都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你的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思维，因为圣经说，义人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走越明，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第三，圣灵更新的特质在于选择，选择大于结果。请说选择大于结果。我们的选择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过什么样生活的模式。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发生一些很痛苦的事情，我们有权利选择活在自怜，活在错误里面。我们可以一直觉得我好惨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这个世界对我好不公平，我活得真没有意思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当我继续选择自怜，选择错误负面的思想，我们会越来越不快乐，我们会越来越否认自己的价值，越来越否定神在你身上的命定。当我们选择去感恩的时候，其实是我做了一个选择，就是我不要再这样的活下去。人可以夺走你的一切，但是人没有办法夺去你的选择。请说阿们。神将这个自由意志放在你里面，你可以有选择的权利，你选择就会快乐。请说选择就会快乐。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天我完成的几百件事情上，成功的事情上，完成的事情上，快乐的事情上，而不是放在那一件两件上，失败让人不快乐的事情上。你要选择那几百件已经成功的时候，哎，感谢神啊，我成功啊，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，而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是一个糟糕的人，我是一个唾弃的人，我是一个自卑的人。选择非常重要。在上一周我有讲过一个故事啊，上周讲到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，他坐在书房里沉思了许久。这时候他拿起笔来，在纸上写：去年我因骨刺压迫的神经而做了手术，就被困在医院待了好几天。第二，同年我65岁，不得不离开我工作30年的公司，这是我最热爱的工作。第三，同年我最爱我的母亲，我唯一的母亲离开我去世了，我也经历了她去世的伤痛。第四，同年我的儿子因为车祸重伤，他也不得不在医院里躺了好多天，而且汽车被撞毁了，花了不少钱去维修。最后他写道：哎，去年真是糟糕的一年，真是糟糕透顶的一年。而作家的妻子看到他写的这些事之后呢，过了一会呢，太太就拿了另一张纸放在他的手稿旁边。这时候呢，先生就回到书桌前，看到太太留下的手稿，上面写的：第一，我终于摆脱了让我疼痛多年的骨刺。然后第二，我65岁了，
身体健康，而且退休了，我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，悠闲自在的创作，做我想做的事情。第三，我的母亲90岁了，不依靠任何人，也没有病痛，她安然的回到天堂了。第四，童年，我的孩子发生车祸，但是上帝赐给他新的生命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的残疾。最后说到，去年真是蒙上帝极大恩典的一年。你发现原来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却有2个截然不同的观点跟思维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并非快乐而感恩，而会因为你的感恩而快乐。不是因为你快乐而去选择，而是因为你选择就会快乐。你要过这样的人生，这是你的思维模式，这是神要转变你的。如果你想要过像耶稣一样的人生，充满平安，充满能力，充满喜乐，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第一个，美红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就选择最能荣耀上帝的方法。要是我在每一件事情上荣耀上帝，上帝也必定会荣耀我，必定会祝福我。第二，上帝看重人。当有一天我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，我宁愿因待人过于恩慈而犯错，而不会过于苛刻而犯罪。我对人永远是慷慨的，我对人永远是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有的万物是天赋的，你给出去的时候你会更多，因为圣经说你给出去的时候他会给你3000两，再给你3000两。那赚了5000两的，另外带回来5000两，神就多过来了1000两，给了那5000两的。请说阿们。因为给的，上帝会加倍的再给出去。因此更新的特质在于你的选择，选择大于结果。选择正确的思维会有7个结果。第一个，你会觉得你永远活在盼望中，就是在你的思想里头，每一个思想应该是充满盼望的。任何不充满盼望，也不是带着盼望的，你的根基是一个在谎言的里头。所以当你的思想被更新，你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你知道神一定掌权，神一直掌管着一切。第二个，你会觉得不可能的变成可能，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是在你的思想里头会有另一个声音开始慢慢出现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因为你已经开始不再用你自己的思维，因为你的思维开始被更新，你开始更多依靠神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一切更大，靠着他加给我力量，就能带我胜过做所有的一切。第三个，你的心里开始有平安，不再担心，有正面。通常一件事情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负面的。孩子放学了，天都黑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是不是撞车了？是不是掉沟里了？老公下班了，已经10点钟了，怎么还没回家？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你发现当你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你思想出现的第一个一定是负面的，不平安的。所以我们的思想会不会立刻负面？这是因为上帝的改变我们的思想。那你为什么不想孩子没有回来，是因为到同学家玩了？老公没有回来，是因为老公在给我买礼物。请说阿们。一个被上帝改变过的思维，他是活在平安的里面。第四个，你会越来越喜欢自己，你不会再讨厌自己。虽然你知道自己有软弱，自己有问题，不完美，但是你知道我的软弱当中能够显出神的刚强来。我知道上帝创造我这个样子是有独特的原因。你就突然开始思想转变，虽然我有问题，不完美，有缺陷，我有这样子，但是我不会活在这个样子里面。我知道上帝会改变我，上帝会让我活出他的样子。第五个，你会很容易饶恕别人，就算有人得罪你，有人冒犯了你，你会很愿意的立刻的原谅别人。
因为天父原谅了你，我也学习能原谅这所有一切。第6个，你是有自信、充满感恩的，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是充满信心，可以表达自己，活出真实的自己，而不是看别人的眼色，也不是讨好别人。你是活得自信、充满感恩。你的自信不是来源于自大，你的自信是来源于有一位神与你在一起。因为你走进每一个环境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到的每一个环节，你不再觉得是孤单了。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跟你一起走进每一个环境，走进每一件事情，走进每一个环节，他与你同在，所以你会环视感恩。第7，你会越来越相信别人，你愿意开始给他们机会，你开始帮助别人，你愿意开始相信别人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愿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来更新，每一天渴慕他的话。城市利益教会的意向是城市会幕，转化时代。在这个意向下，你要成为口甜、心甜、脸甜的人。你每一天都要进入幔内，出到营外。进入幔内是你要进到内室里，进到你的内在，在里面去祷告。当你先进入到你的内在，你才能出到外在。你先要进入营内，才能出到营外。你先进入到那里面，你才能出到外面。你要先进入教会，你才能出到社会。请说阿们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这是我们的价值。我们要建立健康、柔美、国度、时代性的教会。因为我是一个我有卓越的，我是一个我有卓越的人生。当我们一直这样的宣告，不代表我们现在马上就会死，但是你可以一直想下去，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？因着你的宣告，你的心思就开始改变，你就开始有一个新的思维，一个新的意念开始自然而然在你里面形成。我就是一个卓越的人，我有卓越的人生，我的生活会改变。邀请家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渴望你圣灵的火降下。阿们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改变我们的祷告。阿们。让我们祷告带着热情。阿们。让我们祷告带着大声，因为我们祷告知道会到父面前，会带到神面前，而且我们祷告会从天上倒在地下，天门会打开的，天门会向我们打开的，天上的门会向我们敞开，从天堂的所有的医治，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充满，所有的恩典都会临到我们身上。让我们祷告到天门打开。天父，从今天开始帮助我，除去我里面麻木的心，除去我里面冷漠的心，除去我们里面无所谓的心。我知道你来的日近了，我们心里要火热来跟随你，渴望你在这末后的时代里，每一天来更新我们的思维，使我们的思维与你的话语对齐，以及我们就在凡事上经历你极大的能力。你的能力是在我们每一次思想转变的时候就带出果效，带出神迹奇事来。当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向我们开启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运行。我们渴望每一个神的儿女，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充满神迹奇事，充满你的大能。愿主你亲自在其更多的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大家请坐。